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十军盾流的攻略影片的下集。那因为这个是下集，所以还没有看过上集的朋友可以点阅这边的连结，然后先看完上集再来看下集哦。那下集我主要会讲解我是怎么玩我的角色的，那我的角色的一些伤害啦，是怎么打王啦，或是打怪练功啦，都会放在这个里面。那我们就开始吧。那现在给大家来看看我的我怎么玩我的十字军。先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数值，我的数值我的主要数值就是一定是先把力量加满，因为力量的话能够对于我的 Tier 套会有很多的增伤，跟盾流本来就是以力量为主的一个技能。那接下来我是把灵巧点满，因为灵巧会减少加一些命中啦，减少连续盾级的咏唱啦，然后它其实自己也会增加一点点的伤害，一点点的攻击力。那我把剩下我最后的数值都加在智力上面，是因为智力它也会减少咏唱。那我想我的连盾唱比较快，所以我把全部加在智力上。然后还有因为我装备算比较好，所以其实我可以完全不用点体的话，我大部分的东西都是撑得住，我不用刻意的去点体。那如果你是比较中小科的玩家或者是新手玩家的话，我会建议点多一点数值在体质上面，会对于你的游戏体验会比较好一点。然后接下来是技能的部分，技能呢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回旋盾级啦，或者是连续盾级啦，这个都一定要满的，因为你就是盾流的十字军嘛。那基本上盾的一些防御的一些招式，像是自动防御这种东西，就是还有什么坚毅啦，这个都是很重要的，因为都是有助于你打副本跟打王。那剩下其实有一些比较没有那么重要的技能，就是像天使之躯，或者是像是什么圣婴啦，这种就是基本上其实也没有其他点数可以点的话，你就可以把它点过去。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天使之躯，而不是长矛熟练度，因为天使之躯它加的攻击比较多一点，尤其是在那个恶魔族上面，那其实还蛮多怪都是恶魔族的。那我自己是没有点寄生术啦，像是就像我舍命的那个影片那时候讲，就是我自己其实不太喜欢奇鸟的样子，所以我就没有点过去的。基本上你只要有连续盾级跟回旋盾级跟像自动防御这种技能都满的话，其实其他的点数你爱怎么点都怎么点，其实不会有太大的差异。那在这边大概讲一下刺盾的东西，它这个趴数我实测以后，我不知道是不是没有时装，还是说它其实没有算的太多，反正它的伤害其实完全几乎没有改变的，所以我就没有点它了。那现在给大家看一下我最一般的伤害，像我拿长枪后，那我身上放的是米诺斯卡跟那个哥布林卡，因为木桩它是动物无属性跟大型的，所以刚好就是用这几个就是最高的正常手段。那这个是我一般的攻击。在所有的那个就是效果发动之后，差不多可以打到5万吧，5万。这等一下英王威影的热焰的效果，跟手套的效果，有，可以打到差不多，4、5万，5万7最高的感觉。那接下来因为我刚刚已经先把我的武器转为火属性了，所以我现在可以把怒爆放出来，然后看一下我的伤害。因为怒爆会增加25%的火属性伤害，所以也是会，如果你打一些怪的时候有需要的话，是可以放的。其实有时候会很卡，所以有时候我也不一定会放。我们现在等它效果一起发动，可以打到6万、60万、70万，可以打到70万、7万、70万。那接下来就是刚刚讲的甜美人卡跟皇家之矛，还有那些圣属性增伤号。所以我这边有一个牧师，我要给自己洒水一下。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的伤害。等一
它效果发动，发动63万的那比刚刚的火属性还要再高一些些。那我现在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我没有给大家看我的装备哈。第一，我的装备是不错，这个大家不用猜测，其实就是还算不错。那我之所以没有放上来，是因为我不希望因为我的装备不错而影响大家去注意我前面所讲解的那一些配点啊，或是卡片啊，或是一些须知。因为老实说，经验啦，精炼这种东西要高，当然是越高越好，这是不会改变，这是一个这是 fact， 中英文讲 fact， 中文我不知道叫什么。那当然啦，你的装备还是会以你的配点、你的配装、你打什么样子的怪所影响的。所以，你不是只有光经验高就好了，你那些配装是非常重要的。那我希望大家把重点放在配装上，而不是经验上。那现在给大家看一下我实际打完的影片，顺便我做一些讲解。那这是我今天早上刚拍的打凯美拉的一个样子哈，因为凯美拉是火属性，然后是动物族，然后是大型的，所以很自然的也是用枪，然后我的枪是有置换成水属性，所以你看我每打一下是都有加75%这个显示，然后我用的是深渊骑士卡跟大型米诺斯卡，这样子的话是我觉得最好用的万用。当然你也是可以用哥布林卡了，只是我有深渊骑士，我就懒得一直换来换去的，所以我就是用深渊骑士卡。那这边最主要注意的就是我现在穿的是提尔套。那么我之所以换提尔套是因为像我刚一直讲的，因为我的装备比较好一点，所以我可以穿着提尔套，然后又不点体，然后可以弹出网。但基本上如果你本身并没有这么好的装备的话，其实用格服一样是可以的。我伤害大概少个10万而已吧。我记得我10次下来真的没少，但少10%的伤害而已。那既然都已经刚好在打凯美拉影片的话，那我大概解释一下牺牲的重要性吼。大部分的时候打怪的时候牺牲，打王之后牺牲，当然是对于甚至打 PVP 一定是最重要的，对于队友是最重要的。那么打凯美拉刚好是因为凯美拉它其实它的设定其实不是要让就是一个队伍去打它了吼，所以它有一个 AOE 的招式，基本上是把所有人都秒了。那十字军在这个打凯美拉的好处就是，当你使用牺牲你的角色某一个队友的角色的时候呢，他就算那个队友被瞄准的时候，就算所有人被瞄准的时候，你只要牺牲他，那个被牺牲的人就绝对不会死掉，因为伤害全部都是算在你头上的。那么这样的话，最主要当然就是牺牲牧师，因为牺牲牧师就算被那个 LE 打到之后，我们全部死掉，除了牧师可以马上把我复活，那我们可以就是继续打。你看现在用 LE 嘛，你看牧师有被瞄准，我有被瞄准，牧师没有死掉，那我马上被复活，我们马上就可以重新再开始输出它这样子。那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就是练功或打宝，基本上我的配置就是变成这个样子。你看我的武器换成火灵之剑嘛，但是因为我现在是在打卡伦宝宝，那卡伦宝宝是中型的水属性的动物族的怪兽，那所以虽然我是火灵之剑，但是我把我火灵之剑转换成风属性的这样子，那这样子的话也会比较多增伤。那我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我其实没有那么注重练功跟打怪，基本上有一定的效率就好了。那我今天关于盾流十字军盾流的攻略心得就到此为止喽。
我们下次再见，拜。